在浙江宁波奉化市发生了一起楼房倒塌事故，被埋在废墟当中的7个人呢，最后都被救出来了。但是有一位老者呢，因为伤势过重，离我们而去。一般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故呢，都会联系起像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可是经过调查呢，这栋楼房的倒塌属于自然倒塌，而且这栋楼房的建筑时间呢，到现在还不到20年。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现在的政府部门加以重视。2014年4月4日上午，浙江奉化市锦屏街道居静小区发生了一起居民楼垮塌事故。虽然事发后被埋的7人全部救出，但其中1名老人因为医治无效不幸身亡。调查显示，本次事发的居静小区第29幢居民楼于1994年竣工，产权为70年。虽然建成时间尚不足20年，可这栋楼却早已出现了诸多令住户烦心的质量问题。2013年，事发楼中的很多住户就发现了房屋墙角裂缝现象，并且情况持续加重，而楼房外部的墙皮也会不时散落。因此，很多小区居民一直要求街道办等部门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在修缮工作一再被推迟的情况下，居民只好自掏腰包进行外墙的修补。可是由于受到台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第29幢楼房的损毁情况不断加剧。通过刚才的视频呢，我们回顾了这个事件发生的大致经过。那么耐人寻味的是呢，就是这栋楼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有居民反映我们这个楼的墙上啊裂缝了，屋里也有裂缝。然后呢，相关部门呢到这个地方做了调查，调查之后呢，认定啊说这属于危房，属于 C 级危房，应该加固。可是还没等加固呢，这个楼居然就倒了。而且按照 C 级危房的标准来讲呢，是只要加固就没有问题。它为什么会突然间轰然倒塌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对于危房是怎么定义的。根据我国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危险房屋是指结构已经损坏或者承重构件已经处于危险状态的房屋。根据不同的毁坏情况，危房被划分成了4个等级。A 级危房主要是指该房屋的承载结构能满足正常使用，而房屋也处于安全状态。B 级危房指的是虽然个别构件处于危险状态，可是并不影响主体结构，是一类能够基本满足正常使用的房屋。当房屋危险级别达到 C 级时，也就是构成了局部危房，因为部分承重结构已经不能满足正常使用，所以十分容易出现局部险情，但是经过维修还可以继续使用。D 级危房则是房屋整体承重结构出现了问题，居民需要整体搬出，以防重大事故的发生。通过刚才这短片，你看 A 级 B 级住起来没问题， C 级需要加固， D 级需要马上撤离。那么毫无疑问，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栋倒塌的楼房，它应该属于 D 级危房。可是为什么却被评上了个 C 级？认为只要是加固就能够用，结果就在这种思维之下一拖再拖，最后拖到了悲剧降临。很多人觉得说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有很多人认为呢，你看这栋楼房是1994年竣工的，到现在为止不到20年，毫无疑问，当初这个建筑过程当中，这就应该属于建筑质量不合格。可是吊诡的是呢，这个小区呢居然是样板小区，这个楼房建设呢据说当时还获得了奖项。那么有人调查这段历史呢，认为呢，最近这些年呢，应该是一个老建筑要质量面临着过期的这样一个爆发期。为什么呢？因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各地迎来了一阵城市化建设的高潮，而那个时候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那么这些建筑工人呢，绝大多数是农民工，有的刚在农村放下锄头就到城里来了，
所以他们在这个混凝土搅拌呢、建筑各个环节上来讲呢，都不符合操作规范，所以往往它的质量呢挺不了多少年。到现在这20年过去了，这些原来认为质量合格的房子，有可能就变成了危房。所有人说这是这起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我想这个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个事件的原因。为什么呢？你说现在的建筑工人这个水平比90年代初那时候要好多了吧，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可是这些年来建的楼房，有的你看建筑时间才10几年，有的甚至几年，有的甚至是1年，有的甚至正在建着呢就倒塌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出现，你总不能把责任推到20年前建筑工人他的技术不合格吧？这些年我们经常能听到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这样的事件，而有的事件让你听起来既感到痛心，又觉得啼笑皆非。我们来看看这几年发生的类似的危房事件。房屋质量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危房事故一直受到民众及媒体的格外关注。2009年6月27日，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小区又发生了一起看似离奇的倒楼事件。资料显示，这座13层居民楼在倒塌后并未完全粉碎，但原本应该深入地下的多根水泥桩柱却被整齐折断并裸露在外。所幸这座居民楼尚未竣工，并未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此类危楼事故并非个案，在上海倒楼事件不久，四川成都又再次上演了楼歪歪的惊悚一幕。大雨过后，成都校园春天小区6号与7号居民楼的住户突然发现，两栋楼之间的距离比以往近了很多。更为夸张的是，高层楼体已经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就连阳台的窗子都已经无法打开。通过刚才这个视频你看到，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有的楼甚至还没住人呢，就刚建起来，甚至没建完就塌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事件，那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楼脆脆事件。这是2009年10月份发生在重庆拔山镇的一件事儿。这个楼房里边呢，居民呢一天早晨起来，突然间发现了窗子推不开了，墙上都是裂缝。一问楼里居民，每家屋里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一调查发现呢，1楼那个大梁已经断了。然后就向开发商反映，开发商赶紧派了人勘察。结果他的补救设施是什么呢？在1楼用10几根这个木棒啊，把这个梁顶着，暂时就这么凑合。你说你在这样的房子里住，你是什么样心情？那肯定会感觉到提心吊胆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在世界上建筑面积来说，都能排到前列去。每年中国是世界上新建房屋最多的国家，大概每年都有将近20亿平方米。而在这样的这个条件之下呢，它用掉了世界上40%的钢筋和水泥。可是这个寿命如何呢？按照咱们这个建筑通则里规定啊，就是重要建筑、高层建筑，它的使用期要达到100年，普通建筑是50年到100年。但是有人做了这方面的细致调查，发现呢，中国的建筑寿命呢，也就是25年到30年，甚至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的楼房，根本连25年都没有达到。你说你住的房子某一天突然塌了，这想想多吓人呢。那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我刚才说到90年代初，建筑工人的技术不合格，这是仅仅是一方面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建筑工程过程当中出现了严重的偷工减料的现象。这个偷工减料呢，我们首先得分析呢，它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建筑工程的层层转包有关系。你比方说，我把这个工程包下来了，我再转包给别人，别人再往下转包，就挣这个中间逼缝这个钱。你等到最后承接这个建筑的施工方，他往往也没多大利润了，他又不偷工减料，他就挣不着钱了。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在层层转包的推动之下，往往很多这个施工单位偷工减料。当然偷工减料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楼倒倒、楼脆脆这样的现象是比较极端的，就是他胆大到什么程度呢？在重要的承重部位他都敢偷工减料。
绝大多数的开发商呢，和施工方是没这个胆量的，他们往往在非重要部位偷工减料。你比方说，有的钢筋，非重要部位的钢筋，该用10根钢筋的，他给你用5根。这钢筋标准该是大致这么粗的，他用的比铁丝粗不多少的钢筋。你像混凝土浇灌过程当中，为了省事，往里扔石头块子，把混凝土浇好了，正常来讲应该有1天以上的这个保养期，洒水复养。可是为了赶工期，很多连半天都不到，接着就盖，最后混凝土的承重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些偷工减料的影响之下呢，经常出现呢，一进来商品房里发现非承重部位的墙裂缝，墙面和地面的起鼓，门窗有时候打不开，有的地方漏水。我想这样的事儿呢，在我们很多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住商品房刚验收的时候，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住着多闹心，经常漏水，而且你看墙上有个裂缝，你心里能舒坦吗？那要是严重一点的，严重偷工减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这个现象，给老百姓的健康生命带来重大的威胁。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事情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的，甚至生命健康的，这问题是怎么带来的呢？我前面说层层转包是一方面，具体到施工这儿出现什么问题呢？根据我们的建筑法里规定啊，偷工减料是要受到惩处的，罚款。如果发现这行为呢，一般是罚整个工程款的2%到4%之间。出现重大问题的、违法犯罪的，遭受刑事处分。你听着这个惩处挺严格，可其实罚这些款和这个建筑商得到的好处相比呢，微不足道，他的违法成本很低。有人说那出事你不得追究刑事责任吗？这算犯罪的判刑啊。可是问题就是呢，绝大多数时候呢，他不是马上出事，等到你真出了事的时候，当年的这个建筑单位都已经解散了，人你都找不着了。而且经过好多年之后呢，你回过头再想取证当年怎么偷工减料了，往往是很困难的。有的地方甚至产权都换了好多回来，有的甚至住进居民呢，他都通过装修各种方式改造了这个房屋了，你取证非常困难。我这么干得的好处远远大于东窗事发我被惩处的这种坏处，所以这个是造成这个事情出现偷工减料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人说这个他想偷工减料，他有这驱动，那工程不有监理方的吗？还有验收的呢，也不能让他这么干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整个这个施工链条过程当中的各个方面。这施工整个过程是什么？首先是工程勘测，然后是设计，然后开发商，然后接着是施工单位，最后是监理公司来监理。这5个环节你看着一环扣一环，好像能堵着，其实堵不住。为什么呢？这5个环节里只有开发商是甲方，剩下的4方勘测的、设计的、施工的、监理的都是开发商雇来的。有的监理公司很负责任，可是毕竟你这监理的费用是开发商出，开发商要着急说赶紧这赶工期有点质量问题也没事，监理方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你这是端着人家碗受着人管。而很多施工单位来讲呢，都是开发商指定的，所以施工单位有时候通过减料，往往也是经过开发商允许，或者开发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发商认为只要不是承重部位你偷工减料，其他地方反正几年以内不会出事，完了我该跑就跑了。很多不法的黑心开发商他是带着这样的思维的。所以有时候你看有监理公司，监理公司它不是第三方独立机构，它也是受雇于开发商的。有的甚至监理公司稍微认真点就被施工单位给打一顿，你干什么玩意这么不开面？这闹起来闹的开发商看哎呀，你们钱都我出这么地吧。所以它造成有的时候监理和验收这边形同虚设，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偷工减料现象，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说明我们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这些环节它在监控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积极引入第三方来进行监控。所以我说偷工减料，工程层层转包，监理方失效，这是造成现在楼房质量问题的最重要原因。轻则老百姓住在里头闹心，重则健康生命都受到威胁。当然除了这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这个老百姓住进之后
往往缺乏这个建筑安全意识，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什么情况呢？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这个老百姓住进之后啊，往往缺乏这个建筑安全意识，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什么情况呢？破墙开店、凿墙装修，就肆意的把承重墙都给破坏了，所以一下破坏了这个建筑。承重墙破坏，这是个很专业的话题。你说你破坏完了，说哪怕我再重新接上，虚不受补，它的效果就达不到原来那样了。有可能一个点的受力不均衡，造成整个这楼的安全问题，这可不是小事。而这种意识，咱们有的老百姓是很缺乏的。大家还记不记得2005年这个春晚，黄宏、巩汉林演那个小品装修，那黄大锤我要砸这个砸那个，说把这个墙给我砸了，说这承重墙。这巩汉林说你别管那个，你就砸一半留一半，给我掏个壁橱。大哥啊，你干啥玩意儿？这是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80、80、80，大哥，搞定！好啊，大哥，你们干嘛呢？像小品里反映这个现象，应该说在装修过程当中不能算是少见的现象。所以我说这个装修本身不规范，也会对建筑的使用寿命带来很大的损害。当然我认为装修带来的这种破坏远远要低于偷工减料，偷工减料是最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在治理这个事儿过程当中呢，很抓这个层层转包，更重要的是看一看施工单位有没有这个手续，它具不具备施工资质。现在很多开发商承担的这种建筑呢，往往选了一些没有资质的这个施工单位，结果造成乌合之众，草台班子弄完之后闪人，拿了钱就跑。所以这些环节你要监管不好，恐怕是楼倒倒楼碎碎这事儿还会发生。就是我们得承认，现在啊，在市场经济过程当中，有些人道德确实滑坡。就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我糊弄事把钱拿走了，我管你住里边人生死安危呢。所以这样的事儿呢，它和我们的食品安全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么治理这种现象呢，除了加强道德方面的建设以外，很主要一点是严格监管，让不法分子无戏可乘，加大他的违法成本。你像建筑法里边对偷工减料这方面，如果一旦出现这问题，应该停止他的施工资格，甚至不准许他今后再进入到这个领域。另外我们还得说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建筑它的寿命这么低，它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不恰当的决策有关。你看有的地方明明这个刚建完啊，这个地方影响我们规划了，拆了吧。有的领导在这地方大拆大建，觉得原来一个才10几年的建筑有点碍眼了，拆掉。甚至有的领导以这个挡风水把它拆了吧。因为我们得承认，很多地方的建设规划呀，往往出现了短期化的现象。今天推倒了，明天重建，决定这个建筑推了炸了，往往是脑袋一拍，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拍完脑袋拍胸脯，出事我负责。最后真出事了，拍大腿，哎呀，又交学费了。你看，往往这么3个步骤。你想想，这个时候城市决策它这种快速化不负责任，它最后就会带来建筑的相应短命。这里边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产。你想想，刚刚建了那么几年10几年工，这楼就推了，这得是多浪费啊！我们对于质量意识这方面确确实实还不够。咱们节目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件事，你就可以做个对比。2006年9月份的时候呢，山东淄博的第8人民医院接到了来自德国的一个通知，这是德国在这个87年前，也就是1919年在这块建郊际铁路的那个施工单位方，隔了这么多年了，他给这边发了一个照会，说是我提醒你们一下呢，你们这医院里有一排房子呢，是当初我们建郊际铁路87年前建的房子。按照建房当时的标准呢，这个房子使用寿命应该是70年，现在已经过期了。由于咱们这离得比较远，我通知一下你们，你们应该定期排查跟检修和加固。你看看德国人对这种质量精益求精的意识，
80多年过去了，他们还能想着这个事儿，还给你发了这么一个文，体现了他们对建筑质量这一块的严格要求，体现了这种质量意识。其实质量意识是什么？质量意识就是生命意识。所以我说德国人对质量精益求精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现在国家呢，经济总量是世界第2，这个盘子已经很大了。就这些硬件上我们都不缺乏，建筑技术上我们现在也在世界上基本上处于前端。就是这些硬件我们想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可是这个软件呢，这个质量意识呢，它就需要我们整个民族来集体提升。说白了就是你怎么样讲诚信，怎么样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你对别人负责，最终就是对自己负责。我们做了好几期和拆迁有关的话题，也确实这几年来我们看中国各个地方这个拆迁搞的是如火如荼。那么有的是正当拆迁，而有一些地方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考量呢，他这拆迁过程当中呢，完全不顾被拆迁户的利益，所以出了很多恶性的事件。你比方说今天大家都知道江苏宜黄那个恶性拆迁造成了老百姓自焚。在今年9月10号的上午，宜黄县发生了一起因为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3人被烧成重伤，随后3名伤者被送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救治。抚州市的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的与家属沟通，协商解决善后事故。那么像这样的事这几年出的比较多，不少法学家呢把它归咎到我们原先的条例定的不合理。过去呢叫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以说从去年开始上上下下都开始酝酿要把这个条例取消。那取消你得有新的条例出台吗？那么呢就出台了一个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出台呢，它不是一下就取代，它得先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因为拆迁的问题很复杂。所以今年1月29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出台了，向社会征求意见。大家一看这好马上就取代原先那个了。可没有想到的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新条例迟迟未能正式公布出台，结果反而酿成了好多祸乱。你比方我说这个江苏宜黄那个拆迁，还有广西那个北海沿海区白浦头村那个拆迁，也酿成了很多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甚至是恶性事件，极大的影响了政府的声誉。那么呢，前2天12月15号这个国务院法制办在他网站上又公布了一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的第2草案。就是前一版草案不是1月29号吗？这一版到年底的12月15号，我根据那个又改良一个拿出来，再向大家征求意见。今天下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轮的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明确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金额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有人说这个第2稿征求意见都出来了，离出台就不远了。可是这个条例什么时候能出台，到现在为止还是遥遥无期。有人说你年初第1稿，这第2稿，确实中国在制定一个行政法规层面从来没有像这一个拆迁条例这样出了2回征求意见稿，最多就1回。据我了解，从1月29号第1稿出台到12月15号这第2稿，这个期间这是不到也就10个多月吧，举行了27次论证会。也就是说平均1个月将近3次，10来天就有一次论证会，大概有760个什么当事人的专家参与的这个论证会。完了到现在为止还没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拆迁涉及的利益方太多了，不光是说被拆迁户，还有拆迁者的利益，建筑公司的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包括整个国家这方面利益。
你像江苏宜黄有个官员不说吗？拆迁造就一个新中国，这话你听着不好听，里边还侵犯老百姓这权呢。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大实话。你如果不拆不什么的，一个地方面貌很难改变。所以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有公共利益有私人利益的时候，大伙就要琢磨怎么去平衡。所以这个事儿，拆迁这个事儿，触动多方面利益，极难平衡。所以出台这么一个行政法规才如此之难。说为什么难平衡呢？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这不是第二稿了吗？第一稿的时候呢是41条，第二稿呢31条，删了10条。把什么给删了呢？原来那个第一稿年初第一稿里边规定，里边写的很明确，就说你要拆迁这片房子啊，这片我要拆，那么拆这个事儿必须要征得这个地方90%以上人的同意。就是这会儿假如住10个人，得有9个人同意拆，你才能拆，有8个人都不行。第二个呢，说我拆完了我不给你补偿吗？啊，给你拆迁费，给你补偿。那么这个补偿方案，就比方说你这一户，我假如给你20万，这个方案必须得2/3以上的人通过，你才能算过。也就是说这一块呢，咱这么说，总共有是，比方说这个有9家，是拆迁户。我说一家给你补20万，得起码有6家同意，你才能拆。这是充分保障当事人被拆迁户利益这2条。可是在新的这个第二稿里边没有，给删掉了。有人说，你说这没有当事人作为主体进行利益表达，你这个不合理不合法呀。可是为什么这2条拆掉了，去掉了？大伙好好琢磨琢磨，什么原因？如果你要问地方政府的官员，他一定同意把这俩去掉。为什么呢？比方说我这块地方啊，我要开始拆，征收房屋。那么如果90%以上的人同意，假如说10个人里有2个人不同意，就不能拆。那么好多地方的拆迁没法进行了。为什么？你说拆棚户区，咱们有的县城棚户区改造，这棚户区改造有不少的老人家呀，我就死我也得死这儿，我不愿意换地方，你拆了你让我到别的地方，说没事回头还迁回来，你见着1年来我死外头呢，我不干。所以各种各样诉求的人都有。假如说这住100个人，有10个老头老太太不同意，你就拆不了了，没法干了。所以这一条很多地方政府提出异议，我们坚决不同意。你这么干我们没法拆迁了，棚户区改造都实现不了了，危房改造保障性住房都实现不了了，不干。还有第二个补偿这个方案，说得2/3以上的人同意你才能通过，这个很多地方政府又不同意。可为什么呢？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几年你没看吗？关于拆迁当中的维稳思路起了很大的副作用。就说你这盯着户，谁晚搬走谁得好处，谁闹得欢多给钱，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我就不给你。你前面没闹那些都吃亏了，后边闹都占便宜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正常的维稳思路的影响下，比方说我一户给你50万，不算少了。可是有一户带头说，咱们别同意政府的啊，咱就跟他闹，一闹他就得多给，呼啦煽动一帮人，这个人数比例超过了1/3了，怎么办？你这个补偿方案就没法通过了，这么着我没法搞拆迁了。虽然我们说这方面他们讲的不完全有道理，可是他们也确实从现实工作角度出发，这么整的话他们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那这些人的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中央政府也必须考量。所以我刚才说这2条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条例这么难出台，多重利益的博弈结果。拆迁之所以是多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呢，往往在于大家站的角度不同。你比方我举个例子啊，同样是拆一个地方，我在这个交通口有一个朋友是个处长，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说现在这个刁民真多，这路从他那修，他那么点屋子就敢要我们500万，你不给500万我就不让你拆，你这不漫天要价吗？狮子大开口吗？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朋友啊，这就人站在的角度不一样，你屁股坐在哪儿你就有什么样思维，我们叫屁股决定脑袋。什么意思呢？你从公权力的角度你是拆迁方，
你从你快速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来看，这拆迁户赶紧都走开，我这边修完道了。在你觉得他那点房子不值500万，你认为他漫天要价？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倒过来，假如你是那个拆迁户，那个拆迁户他跟我讲了，家里头呢孩子老婆加一块人口多，有个7、8口人。我说你把这个地方地给他占了，这个全家人呢1半以上是文盲，他这个有这个地在这儿，他耕地种地他饿不死。这个地没有了，你别看你给他500万，他得到别的地方买房子吧。现在各个地方房价这么贵，7、8口人得住多大的房子，你很清楚。那么说那也能剩下不少钱呢，是这个钱剩下来了，这一家人没有经过多少教育，他们没有在城市里生活的技能，那这些钱在没有生活技能的情况下，那不就坐吃山空吗？他要有那个地，他一年苦不苦夜的，脸朝黄土背朝天，他饿不死啊。你这个坐吃山空，钱花没了那天怎么办？现在这通货膨胀这样，那点钱坐吃山空不好干啥了。所以我说他没有站在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只是站在自己那考虑问题。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有点退步。有一点是进步的，什么呢？关于这个强制拆迁的主体问题。原先那个条例里规定呢，强制拆迁主体就是政府就可以，所以有的地方政府强拆你没办法，说我到法院告，那边告这边拆，你还没告怎么地都拆完了，形同虚设。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呢，凡是动居民财产的，涉及居民财产自由的，一定要走司法程序。所以这次呢，第二稿里边这个拆迁条例里头呢，已经写上这个了，就是说比方说我要强拆了，地方政府要强拆了，得怎么办呢？必须到法院呢走手续，让申请到法院申请强制拆迁，法院经过司法审核一看可以强拆，我告诉你让你拆你再拆。如果法院驳回，地方政府不能强拆。当然我们说这一条初衷是好的，就是让你行政权力受到司法的约束，司法不认可你这种拆迁，那么你就不能动。哎，这个初衷毫无疑问是好的，让行政权力多一个龙头给套住。可是问题就在于地方法院很大程度上受地方政府的影响，这个市长县长管着票子，管你经费的钱，你谁也不敢得罪。法院受这些部门制约。那么今天我们曾经讲过广西那个北海市野海区白虎头村嘛，在那次强拆过程当中法院都组织强拆队了，帮助政府扫清障碍，还把这个带头跟政府对抗的那个白虎头村那个村长，民选的村长不同意这种补偿方案，以非法经营罪把他给抓了，还给判刑了。要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你就即使走一道司法程序申请法院强制，法院敢不听政府的不强制吗？他一定不敢。所以说有的说你这个如果司法不完全独立的话，如果政府干涉司法的话，你这个条例加这一条不会起到太大作用，最多也不过就是认认真真说假话，扎扎实实走过场就过去了。所以这一条呢，也是很多人欢欣鼓舞，但很多人质疑。那么还有很多人质疑的呢，是关于公共利益方面。因为拆迁条例里规定什么时候政府拥有这种主动拆迁权呢？就说你这个地方是公共利益，比方说我修条道，比方说这儿呢为了环保我挪个地方，比方这一块呢老百姓的房子都东倒西歪了，都要塌了，我建保障性住房，建这个旧城区改造，这个算公共利益。那么公共利益的边界在哪儿？探讨这个条例的时候呢，好多法律专家提出，公共利益不能是政府说了算，他必须得启动民主程序跟司法程序来评估到底哪些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必须得是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的，不是少数人能享受到的。而且一旦公共利益里边呢有商业利益，那你就不能算公共利益。你不要好多地方说危房改造，说危房改造是公共利益吧，让你住着好房子，可是改造完了之后呢，1半以上的地方商业开发建高楼大厦，这你就不能算公共利益，你不能打着这个为幌子。那么这次条例里头呢，对公共利益多多少少界定有点不清。它里边规定呢，公共利益一定要考虑中国国情你不能因为呢
你比方说有些建铁路、建医院、建学校、建什么高楼大厦，它有收费行为，你就认为它不是公共利益啊，一定要考虑中国国情，出于这个城镇化、城市化这种发展。反正总而言之呢，这个条例里边把公共利益的边界给扩大了。最引起大家感到反感的是什么呢？里边有一条就是国家机关办公室建设用地，这算公共利益。那么这一点为什么引起这个愤怒挺大呢？这几年全国各地不断有这事发生，比方说某个地方按照白宫的格局建个办公大楼，咱们现在一看贫困县有不少，那县穷的都叮当响，可是县里头你看这个县政府大楼、县委大楼、公安局大楼、法院大楼建的那个漂亮啊，富丽堂皇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机关、国家机关的办公用地、办公建设用房能算公共利益吗？你等于完全是超出纳税人心理承受范围了。所以把国家机关办公室用地也算作公共利益，这一点很多人非常反感，法学界争议也非常大。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用的挺巧妙，怎么巧妙？他这里规定就说你这个保障性住房建设呀，跟旧城区改造，这不要拆迁吗？凡是保障性住房建设跟旧城区改造这个规划，你不能是政府想一出是一出，一拍脑袋我就改造棚户区，得怎么办呢？年初你就要申报，把它纳入什么呢？纳入这个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当中。说这里头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必须得地方人大批准，你才能通过。这也就是说，这方面旧城区改造、棚户区改造、什么保障性住房建设，必须得地方人大批准，光政府不行。以前是政府说了算了，那么加上人大的这个监督，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能杀住这种不合理拆迁大闸呢？这个规定也是出于好意，让地方政府监督一下让地方人大监督一下地方政府。但是从我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事儿又不靠谱。为什么不靠谱呢？咱们现在很清楚，地方人大对监督政府能起到多大作用。好多地方人大的领导呢，是从政府啊、县委啊退下来的。尤其这几年我们发现呢，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的情况非常多。所以我们看呢，人大监督政府的这个职能这些年没有得到多大的强化。所以你把这个年度什么规划由人大批准的话，恐怕政府那边跟人大一磋商一打招呼，这事儿就过去了，也不会对事情的本质起到太多的遏制作用。那么另外还有一些细节，我觉得也不恰当不到位。你比方说这个房子拆了值多少钱呢？说按照这个当地商品房价格吧，你总得有个评估机构吧。这个评估机构怎么定？原来一稿里边呢写的是什么呢？这个评估机构啊，由被拆迁这些人，就拆迁户投票或者抽签决定，选一个评估机构。那么而新的这个第二稿里规定是什么呢？是你由这个被拆迁户决定这个机构，但是呢，怎么选这机构由政府说了算。它其实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这些拆迁户，他也没有那么多的信息，也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渠道。那么政府给你提供3家拆迁机构，你们选吧，咱们就按这么选。怎么选那几个拆迁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考量，恐怕也不敢得罪政府。所以其实就是把评估权下放给了政府，政府一影响呢，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那咱们全国各地看了好多拆迁事件，怎么引起的？补偿标准没达标，补偿标准就我拿你这钱在这地方想再买房子，买卫生间都不够了。那么假如说有第三方介入，一个公正的评估机构说这个房子我们估价能多少钱，你应该给拆迁户多少钱。如果有第三方公平公正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很可能老百姓会相信这个公正的第三方。那么你现在这个第三方是由政府决定怎么选择的，这不又等于埋下了新的群体性事件的隐患。所以你看，我给大家说了有关这个拆迁草案这个第二稿这么多的问题，多种利益在里边博弈，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实现它的难度所在，就在于多种利益的谈判。而我现在倒觉得有些既得利益集团呢，它有绝对强大的实力来影响现在的决策，
可是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弱势群体，很难形成一种合力，在中国当前民主与法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维护自己权益的声音，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掌握着话语权能影响决策的是这些做官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而那些穷苦百姓呢，话语权得不到彰显，缺乏表达自己合法利益的这种通道。所以我说这个拆迁补偿，这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条例这里边两稿当中都可以体现出既得利益集团对决策的这种巨大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我们决策过程当中一个很大弊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特别呼吁在民主与法治不太完善的情况下，要呼吁我们当今的当权者，我们中央政府领导人应该在这时候果断的下重手，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维护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尽快的让符合民意的这个拆迁条例，这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尽快出台，给各地的这种恶性拆迁事件赶紧踩个急刹车，不要让这个事再发展下去，再发展下去影响政府的信誉，我想那个恐怕是多少钱他都买不回来的。还有一点我倒觉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是哪儿？是城市里边。现在城市里头小城镇呢，包括县城还是这大城市，已经拆的差不多了。你现在看我们身边哪个县城不搞拆迁？那棚户区都开始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城镇的房子已经都拆差不多了。现在最当务之急是什么？我们节目里以前做过，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现在拆迁这只手已经伸到哪儿去了？农村城乡结合部已经伸到这个地方去了。那么这些地方的地是什么呢？不是国有土地，大家注意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现在拆迁的手已经伸到集体所有了，而中国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情，拆迁的事情有不少集中在这些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个城乡结合部和农村上。所以眼下当务之急倒不一定真是这个城市土地拆迁的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问题，而恰恰是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好出事儿。那么应该赶紧组织力量，马上的我们这方面尽快出台一个这样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原先那个土地管理法应该尽快的让它出台。可是呢，在前两天12月20号吧，这个人大一个工作会议上我看到了关于明年立法的里边没有提土地管理法，说明土地管理法还会无限期的往后延。我倒觉得这个事儿是当前中国最亟待解决的。如果这个事儿解决不好，那个城乡统筹那个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打破城乡限制的，像这些改革很可能前功尽弃。所以我也呼吁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我们现在的这个有识之士，应该形成一种合力，和我们的公民站在一块儿，尽快把中国土地上，无论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土地上这种恶性拆迁的事件踩一脚急刹车，不要让它再大面积扩散，影响我们政府的威信。